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都在山里面拍视频。前几天在紫霞湖边拍了几个视频，我记得啊，在视频里面有很多网友留言说，紫霞湖的景色真的很美，有时间多去紫霞湖的边上看一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再次来到了紫霞湖的大坝边，就在大坝的边上有一个村庄，景色啊真的挺美的，房子呢都建在紫霞湖边，大部分都是木房子。那现在呢，我准备走进村子，看有没有一些闲置的房屋。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这些天啊，我们湘西这边天天都在下雨，好不容易今天开起了太阳。镜头的前方是进入村子的马路，宽6米左右，都是柏油路面。这个位置是比较宽的，我就把车停在了那个位置。这边距离县城将近有8.5公里，距离镇上有3公里，交通是非常便利的。这是苗族聚集的一个村落，这里有2条路，那条路呢是去往大坝的位置。紫霞湖的大坝就在镜头的前方，这是进入村子的道路。这边啊，感觉大部分都是木屋，房子建的都挺漂亮的。他们说大坝的这个位置深度将近达到了50-60米。这边的大坝建了差不多有60多年了，自从建好了之后开始蓄水，紫霞湖就一直没有干过。本地好多老乡都说紫霞湖里面的鱼非常多，还有些门板大鱼，100多斤的鱼都有。到底有没有呢？这么几年反正20-30斤的大鱼还是经常有人钓上来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房子啊，都建得挺漂亮的，家家户户卫生都打扫得很干净。这边感觉都是木房子啊。其实在农村里面，木房子还是比较适合居住的，冬暖夏凉嘛。这几天涨水，所以整个紫霞湖的水呢显得有点浑浊。我们抓紧时间往前面走，给大家看看这个村子的景色到底怎么样。老百姓养的土鸡都是这样子散养的，所以养出来的肉质是非常好的。基本上在农村里面，家家户户都会养点鸡，种点蔬菜。看这户人家房子也建得挺好，养的鸡就是散养在院坝这块，那边呢就是他们家的菜地，里面种的有辣椒，还有一些小白菜之类，还有豆角的。从这个位置走过去啊，就是非常的靠近紫霞湖边。这边有很多李子树，还有些桃树。这条狗一直是对着我叫呢。以前紫霞湖边有很多这样的鹅卵石，他们就捡上来垒砌这样的石头矮墙，显得挺有意境的，用竹片做了一些篱笆院子。小村子很安静，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。平时啊，闲暇之余来这边钓鱼还是很不错的。
镜头我们看到的这处房子建得很奇怪，一看就不是老百姓的房子，应该是紫霞湖水库的，应该是库房吧，也不知道究竟是干嘛的。现在大门紧闭啊，里面是没有人的。它的基础呢是建在水里面，都是打起水泥墩子在上面建的房子。这边的大坝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整个大坝将近跨度有150多米吧。这边距离没有多远，都有这样的摄像头，随时的提醒大家不要到紫霞湖边去洗澡。这里我们就发现了一栋闲置房，3开间的砖房，楼层高度将近有6米左右，进深将近有9米。刚刚我在那边碰到了村里面的老乡，他们说这栋房子啊，主人家是常年在外地务工的，房子建好了之后基本上没有住，就出去了。上面盖的是红颜色的那种树脂瓦，这样的瓦片啊，它是不怎么隔热的，时间久呢，它还会有那种异响，比如说太阳太大了会有那种异响。我觉得还是琉璃瓦比较好吧。这样的树脂瓦呢，它价格是比较便宜的，比瓷瓦呢要便宜许多。大概20-30年吧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这栋房子啊，整个院坝将近宽约100多个平方左右，都是没有硬化。房屋的正门口呢，将近有60多个平方，沿过去的话，大概有30-40个平方。包括房子的周边也是他们家的空地，车子呢是直接可以从那边开进来的，可以开进院坝。常年在外地务工呢，所以这边它是用这样的网子拦上了一圈，防止这些什么村里面养的小猫小狗呢跑到院子里面。现在大门是紧闭的，连窗户防盗窗也没做，直接用这样的布条给它封起来，那边是用薄膜带子。整个外墙都是这样的砖墙结构，包括里面也都是没有做粉刷的，所以这栋房子啊，要想比较好居住的话，还是要适当的装修。房子是紧靠着紫霞湖边，从这里走下去的话，将近也就3-4米左右就到了紫霞湖边。门口的位置有一小片的竹林，把竹林砍掉的话，是直接可以看到紫霞湖的湖面。而且这边距离紫霞湖的湖面将近有一座土坎，高约6米多左右，地势比较高，所以院子门口的整个视野视线都是非常的不错。房屋呢是用石头垒砌的一个地基，整个该檐的位置都是石头垒砌的墙，通水通电通网络。看这边的空地啊也挺宽的，外面呢都是用这样的铁丝网围起来了，在这边可以养点鸡鸭，甚至也就是说给它挖出来种点菜都是挺不错的。那我们从这边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么好的一个环境，而且房子的旁边很宽，刚刚我说100多个平方，可能都不止，有200多个平方呢。这边都是竹林给包围了，有些春木树，这底下就是紫霞湖边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大概算一下，像这样的一栋房子呢，将近有100多个平方左右吧，应该只有1层，第二层呢应该是住不了人。如果装修
加上地板的瓷砖，我初步估算了一下，像这样应该要4-5万块钱可以弄得好。当然呢，我们不光是把正屋要重新装修，而且在旁边我觉得应该适当的建一个户外的厨房，或者室外的一个茶室之类的。这样子的花费呢，我估计最少应该7-8万左右能够装修下来这样的一栋房子。因为之前我装修一些老房还是比较有经验的，很多朋友看了视频之后都问我，这样的房子如果装修出来成本要多少？我真的很难在视频里面一一的给大家回复，所以在拍的过程当中，我就大概的为大家算了一下吧，预算了一下吧。当然这个预算可能会有点出入啊。刚刚我在这里拍视频的时候，上面的那种树脂瓦都听到有响声，这还是它树脂瓦的一个特点吧。院子的这个位置啊，到紫霞湖边是很近的，而且是可以修一条台阶小路走下去，以后呢就变成了自己一个独立的小码头。看整个院子现在虽然没有做那个石头包坎，但是这边呢用铁丝网围了一圈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房子有5个房间，1个客厅，还是挺宽的。刚刚通过邻居找到了这户主人家的电话，并且和他通了电话。他也说这栋房子建好了之后基本上没有住，就外出打工了，现在基本上也很少回来了，在外地呢也有了房子，所以房子大概的情况就是刚才和我在视频里面所讲所拍的差不多吧。那这栋房子你们觉得如何呢？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在视频里面留言。好了，这期就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